新年伊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日子并不好过。连日来，唐宁街10号派对门事件几乎占据了英国各大媒体头条，引发公众热议。当前英国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约翰逊深陷违反疫情规定聚众而引发的派对门丑闻，对其执政会造成何种程度的影响呢？英国首相坚决表态不会辞职，是否就能度过危机呢？来看短片。当地时间1月10号，英国独立电视台爆料，根据一封泄露邮件显示，鲍里斯·约翰逊的首席私人秘书马丁·雷诺兹于2020年5月曾给100多名唐宁街工作人员发邮件，邀请他们参加当月20号在唐宁街10号举行的一场自带酒水的花园聚会。邮件里写道：“经过了异常忙碌的工作后，我们可以趁着好天气在10号花园来场饮酒派对。”最终，这场花园派对邀请到了包括约翰逊夫妇在内的约40人出席。然而，当时的英国正值疫情封锁的第1阶段，政府明确规定禁止人们饮酒聚会。这意味着约翰逊方面的举动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当地时间1月12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下议院接受议员质询时，首次承认曾参加了2020年5月20号在首相府花园的聚会，并对此表示衷心道歉。约翰逊说，首相府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5月20号那天，当他走进花园时，以为这是一次工作活动，他在25分钟后就离开了。但现在他知道，应该把所有人都解散回去。我应该想别的方式感谢他们。约翰逊还称，他认识到疫情防控限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以及公众对花园派对事件的愤怒。Mr. Speaker, I want to apologize. I know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is country have made extraordinary sacrifices over the last 18 months, and I know the rage they feel with me and with the government I lead.When they think that in Downing Street itself, the rules are not being properly followed by the people who make the rules. 话虽如此，但在此之前，这封邮件被英国独立电视台于1月10号曝光后的2天时间里，约翰逊不仅没有出面澄清，唐宁街还拒绝透露首相是否出席了该活动。另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根据1月12号英国议会下议院的直播画面显示，约翰逊即使在为没有做好防疫道歉，他还是没戴口罩，而所有看向他的议员们都戴了口罩。不少英国民众认为，作为防疫规定的制定者，约翰逊及其身边人实在太过于双标。And that double standards are extremely unacceptable. One rule for them, another rule for us. And it is that.which has made the British people so angry. 花园派对也惹怒了新冠死者家属。新冠丧亲家庭争取正义运动组织的发言人汉娜·布雷迪近日跟英国媒体大吐苦水。They were buying it. So why families like mine, grieving families, were bereaved, were alone, away from their loved ones and their friends, having lost a guy like Dad?Boris Johnson spent 25 minutes at a garden party where 100 people had been invited to bring their own booze and enjoy the weather. So I met him in the exact same garden where he'd hosted this party on the 20th of May the year before, which to me seems callous and cruel to host bereaved people in the same garden. I met him, I told him my dad's story, and I showed him a picture of my dad on a ventilator, which I'd never shown to anybody before, hoping that if he saw it, he would take what we were asking for, which was a public inquiry into the handling of COVID more seriously. I don't accept those sympathies, and I don't accept that. 当地时间1月14号，近100名示威者还身穿西装，头戴金色假发，脸上戴着约翰逊头像的面具，手持酒瓶，随着音乐在唐宁街10号外跳舞，以抗议首相府曾在疫情封锁期间组织多场派对。在此关键节点，当地时间1月17号，约翰逊的前高级顾问卡明斯突然指控约翰逊向议会撒谎，称他对2020年5月20号第1次疫情封锁期间在唐宁街举行的花园派对知情，这令约翰逊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在约翰逊就花园派对道歉没过几天，英国媒体又接连爆出新料。
其中，据英国广播公司1月13号消息，去年4月16号，英国首相府工作人员曾举行了2场派对，欢送首相约翰逊的新闻部门负责人和私人摄影师等离职员工。当时有大约30人参加，参与者喝酒跳舞，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匪夷所思的是，派对举办的时间正值英国已故菲利普亲王葬礼的前一天，英国处于哀悼期，并且因防疫需要，禁止非家庭成员举行社交聚会。就连在菲利普亲王葬礼上，英女王也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只能独自就坐。当地时间1月14号，英国首相府就这一事件向女王道歉，但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强调，首相约翰逊当天正身处自己的乡村庄园，并没有获邀出席任何派对，对有关派对在全国哀悼期间举行深表遗憾。实际上，这2次花园派对只是丑闻的一角。据英媒统计，新冠疫情防控至今，约翰逊已至少前后召集或参加了13起违规的聚会，其中不少是以工作为名展开的。英国媒体《每日镜报》甚至拍到一只葡萄酒冰柜在2020年12月被送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后门，因为首相府的工作人员需要将酒存放在这只冰柜里，以供应每周1次的星期五葡萄酒派对。比如2021年12月19号，英国卫报曾刊登了一张约翰逊被指在2020年5月15号与首相府喝酒聚会的照片。照片中，约翰逊和妻子凯莉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孩子，围坐在一张摆放着奶酪和红酒的桌子旁，旁边还坐着2位据信是公职人员和助手的人。此外，在画面内另一张桌子也围坐了4人，不远处的草坪上还有9人围成一圈在交谈。报道指出，照片内的所有人都未能保持社交距离。对此，英国首相府的一名发言人说，约翰逊等人当时在举行工作会议，并称工作会议通常在夏季的几个月里于唐宁街的花园举行。该发言人还说，唐宁街是首相的家，也是他的工作场所，首相夫人也住在唐宁街10号，因此可以合法使用这个花园。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时任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还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敦促人们遵守规定，不要利用5月周末的好天气进行集体社交。被称为派对王子的约翰逊当然不会放过圣诞节。有英国媒体爆料，2020年12月18号，伦敦正处在新冠防疫最高警戒级别3级的情况下，唐宁街却举办了非公开的圣诞派对。就此，约翰逊以及身边的高官纷纷否认，试图灭火。但意想不到的是，英国独立电视台于去年底抛出了另一枚重磅炸弹。首相府高级官员曾举行过模拟记者会，以求统一口径，掩盖违规聚会的事实。据公开视频显示，这段记者会答辩的彩排发生在2020年12月22号，即圣诞派对后的第3天。当时，约翰逊的顾问奥德菲尔德假扮记者，向时任新闻秘书斯特拉顿发问。I've just seen reports on Twitter that there was a Downing Street Christmas party on Friday night. Do you recognise those reports? I went home. Hold on. Would the Prime Minister condone having a Christmas party? What's the answer? I don't know. It wasn't a party, it was cheese and wine. Just be clear, it's not. Is cheese and wine all right? No. It was a business meeting. I'm joking. This is recorded. This fictional party was a business meeting. And it was not socially distanced. 丑闻视频一经曝光，英国内民怨沸腾，被打脸的约翰逊不得不出面向公众致歉。而事件当事人时任英首相新闻秘书斯特拉顿则含泪辞职。And on nature will make a lasting difference to the whole world. It has been an honour to play a part in that. I understand the anger and frustration that people feel. To all of you who lost loved ones, who endured intolerable loneliness, and who struggled with your businesses, I am truly sorry. And this afternoon, I am offering my resignation to the Prime Minister. Thanks for your time. 约翰逊首相他已经执政2年多了，他个人的这种缺乏治国理政能力这些问题啊，暴露的越来越明显了。再加上现在英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也好，还有英国的议员嘛，对首相这种不满的情绪是在升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约翰逊他所在的保守党也好，还有反对党也好，很多人呢就更愿意也更敢于去揭发首相呢这一系列的丑闻。就是说丑闻能够被揭发出来，我觉得一定是跟体制内的就知情人
把关键的证据捅出来，捅给媒体是有直接关系的。眼见派对门危机持续发酵，压力山大的约翰逊也开始了自救。据多家英媒日前报道，约翰逊亲自发起了名为“拯救大狗行动”的计划，意在以此救约翰逊这位大人物于水火。报道称，拯救大狗行动包括寻找替罪羊。约翰逊正在起草一份官员名单，准备让他们就派对门事件提出辞职，以保住自己的首相职位。约翰逊的幕僚长丹·罗森菲尔德、首席私人秘书及群发派对邀请邮件的马丁·雷诺兹被认为可能是离职的背锅侠。此外，拯救大狗行动还将安排内阁中的主要官员在公开采访中表态支持约翰逊，赞扬他的执政成就以及在疫情期间所做出的艰难选择。针对这些报道内容，英国首相府并未予以证实。不过，这个行动代号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不少吐槽。实际上，更令人啧舌的是，约翰逊本人曾感染新冠肺炎，一度进入重症监护病房治疗，可谓是趟过鬼门关的人，却对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健康视若无物。2020年3月，新冠疫情刚在英国肆虐之时，约翰逊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即支持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当时让全球舆论哗然。其后不久，约翰逊本人中招，成为群体免疫的受害者之一。3月27号，约翰逊宣布自己确诊新冠肺炎。最开始，他自行在家隔离，进行有限度的工作，但是10天后，其病情不断恶化。4月6号，约翰逊被送进重症监护室，首相权力被临时移交给了外交大臣。经过多天治疗，约翰逊挺过难关，转入普通病房。4月12号，约翰逊得以出院。他回忆称，这是十分痛苦的一段经历，医生们已经准备了各种紧急预案，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对医护人员表达了真诚的感谢，还发表声明称：“我欠医护人员一条命。”近日，英国政府派对门丑闻随着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秘书群发的邀请信被曝光，引爆了舆论。那曾先生，以您在英国的观察，英国民众对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目前从民调的情况来看的话，英国的民众应该是比较愤怒的。BBC 的话呢，也通过这个聚会门的事情的话，做了很多的报道，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就是他的报道方式是相对比较煽情的，他用了很多，比如说失去亲人的那些民众来讲述他们自己的悲伤，然后来对照那个聚会门在唐街10号发生的情况。而且 Boris Johnson 的前总顾问就是康明斯，他又发布了一条新闻说，实际上Boris Johnson 他有可能事先是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工作性质的聚会，所以这个信息可能透露出来，可能让 Boris Johnson 就说更加的被逼到那个死角里面。根据泄露的邮件显示呢，派对是发生在2020年5月20号。那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过去了接近2年的时间。为什么时隔这么久，这件事情还是被爆了出来？究竟是谁把邮件泄露给媒体的呢？我们知道，这个约翰逊政府从去年10月以来，他自身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就饱受争议。一方面，他在极力的护短他的保守党议员这种违反有偿游说的这个原则。此后，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防疫的 B 计划不得不靠反对党，可以说是他面临了他执政以来最大的倒戈行为，100多名保守党议员都不支持他的 B 计划。此后我们又看到，在这个英国地方议员补选过程中丢掉了120年一直由保守党占据的席位。当然我们还不要忘记当时他负责英欧关系的这个大臣 Frost他的这种辞职。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说谁去爆料这个事儿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守党内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约翰逊的力量。如果说从时间节点上看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可能就是一系列事件累积到现在，保守党内部有人觉得是该做决策的时候了。其实呢，此前舆论就普遍认为，在约翰逊的大部分职业生涯当中呢，他的政治吸引力就在于他对规则的破坏，就是说不按常理出牌，不拘小节。那金女士，您觉得他的这种不按常理出牌，为什么在这个派对门这件事情上就翻车了呢？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它是对近几年西方政治或者说西方国家它政治中的一种反建制主义的或者说民粹主义的一种现象的一种概括。那么从拜登的当选到今天，
英国民意对这个约翰逊很多这种我们说的反常规的做法的一种态度。我们看到根本的东西就是，无论你是建制派还是反建制派，你都要去兑现你的承诺。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呢，约翰逊执政以来，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在脱欧，还是在抗疫，在这些问题上，他都没有办法兑现承诺。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导火索，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派对门而翻车。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英国首相派对门持续发酵之际，英国王室也传出了丑闻。因为涉嫌2001年发生的一起性侵未成年少女的案件呢，伊丽莎白2世次子安德鲁王子被褫夺了封号。那高先生，根据您的观察，英国政府还有王室接连爆发丑闻，这在英国社会来讲是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感觉，英国民众对于这些政治丑闻呢，基本上是把他们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我认为这里有2层心态啊。第一层，他们已经习惯于英国政治丑闻了，有点见怪不怪了。第二个心态呢，我个人觉得呢，有一点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关心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我们能够被接受吗？所以说，那自从英国脱欧这件事情发生以来，我们就意识到，就英国社会的所谓的政治统治精英阶层和社会民众阶层之间啊，那基本上是各走各的道，各说各的事儿，它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形式。所以说，你说对民众生活有多大的影响呢？也许民众这个本质上来讲 ，they don't really care， 他们保住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